停！别！魏无羡见他要走，连忙拦住，目光坚定道：“韩光君第一次做菜，其意义非同小可，你放心，交于我来。”说罢便一头砸到桌上。蓝忘机、魏无羡今早算是真正见识到了韩光君的无所不能。将食盒内的几盘菜和一碗汤划拉干净以后，风光无限的魏公子摸摸滚圆的肚子，嘴角还粘着类似于菜汤的某类色彩，特别不要脸地问道：“还有吗？”蓝忘机见他如此，虽心中对自己的厨艺有了些把握，却也完全未曾想到这人能把摆了半桌的饭菜全部扫光，原意是让魏无羡多尝些口味，虽与家规不符，可此时身在莲花坞，倒也不必顾及太多。结果蓝忘机不确定魏无羡此时是何种状态，劝道：“魏婴，早间不可如此，以免吃。”魏无羡隔蓝忘机剩下一字哽在喉咙里，末了还是倔强地吐了出来，称：“魏无羡有些不好意思，你别说，是有那么一点称哈，不过我隔。”话还未说完，又是一个蓝忘机。魏无羡百思不得其解，他平日并非如此的，如今蓝忘机做的这些照他以前相差甚远，的确还不至于让他称到打嗝的程度，为何偏偏在蓝忘机面前却如此丢脸？魏无羡道：“蓝战，你信我，我还能吃嗝。”蓝忘机：“不可。”魏无羡道：“我平日都不是这样的，嗝，定是今日出了什么差错。”蓝忘机道：“吃饭须细嚼慢咽，你吃太快了。”魏无羡恍然大悟，却并未对上蓝忘机的重点。你看，我说我还能吃。蓝忘机有些头疼地扶住额角，也不知自己面上是何种表情。总之他此刻不似往日那般就是了，再次体验到了当初求学时期自己险些被这人气出病来的感觉。见他如此，魏无羡捧腹大笑，上前拍拍他的肩膀：“好了，不逗你了，走，魏哥哥先带你出去玩，再有不过2个时辰便能用午膳了，到时再吃也不迟。”蓝忘机竟然还想着吃，事实证明云梦魏公子不止那么点实力的。此时正值深秋之时，这个季节的莲花坞实在没有什么好玩的。魏无羡挠着头，想起来山上似乎还有些意思，便转身欲出门，带着蓝忘机上山，看看能不能抓些山鸡，再让他帮忙烤了吃。不错，蓝忘机帮忙烤。有了万能的韩光君在侧的魏公子，连手都懒得动了，心想自己厨艺是差了一些，却对于此处的山沟沟颇为熟悉，由自己来打山鸡，并负责带蓝忘机玩，而蓝忘机负责照顾自己的胃，互利互惠，小算盘打得啪啪的响。蓝忘机这边听闻魏无羡还要吃，却还只是早膳与午膳之间的加餐之时，彻底愣住了。他打量着魏公子削瘦的身形，有些怀疑这具身体是如何装下那么些吃食的。自己那几日砸下来时，这人的肚子为何没有反应？沉默着也不知该说些什么。秋季的晨间与晚间寒冷异常，更何况是山间。魏无羡又向来穿得随意，一件薄薄黑衣随便裹一裹便出门了。走着，据说所向披靡的魏公子又特别丢脸的在韩光君面前打了一个喷嚏。魏无羡他有些懊恼到蓝战，其实这也算意外。蓝忘机开始宽衣解带，魏无羡惊奇地跳开一步，双手交叉抱胸，夸张道：“韩光君，卿达天达白达日，朗朗乾坤，你作甚？”其实他也算明知故问，此情此景，谁不知韩光君是要霸气的把自己外袍留给柔弱的魏公子穿，可那场面想想便有些惊悚，因此他心想，无论如何也不能接受，绝对不能。正愣神间，蓝忘机已将外袍褪下，又抖了抖，抚得规规整整的递给魏无羡穿上。魏无羡，哦，魏公子完全忘了自己方才心里想的什么，接过那件外袍，压制着莫名凌乱起来的心跳，极为小心的给自己套上了。未过多久，魏无羡便开始有些后悔，果然不该穿的。待他眼尖儿的瞥见了山鸡的踪影，正想如往常一般来个饿虎扑时，瞥见身上的白色衣物，魏公子哽住了。蓝忘机比他稍高一些，蓝氏校服又极为繁琐，他不愿将其弄脏，眼珠子滴溜一转，便提起衣摆，点着小碎步轻巧地挪着。蓝忘机虽是小碎步，却依旧让魏无羡点出了不一样的感觉，步子小，频率却快，
两只脚藏在衣摆下面看不出来，之间一个弯着腰，身形极怪的白色人影，耸动着在林间高速移动。半晌，蓝忘机道：“我来。”魏无羡回头，竖起一根食指按在唇边，示意他小声，又张了张嘴，无声地对他比划了几个唇语：“我来。”说罢，再度提着衣摆小碎步高速移动。蓝忘机他上前几步，越过魏无羡，伸手一捞，那只被魏无羡小碎步跟踪许久的山鸡便被他擒在手中。魏无羡晃神之间被抢了猎物，远远喊道：“韩光君，这是我先看上的。”蓝忘机行至他身侧，将手中的山鸡一递：“给你。”魏无羡